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关于一位大陆母亲的暗访经历。这位母亲为了了解女儿在台湾的实际生活情况，不惜假扮清洁工去暗中观察，结果看到了让她震惊的一幕。说起台湾和大陆的婚姻，这可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。两岸同文同种，但因为几十年的分隔，在生活习惯、思维方式上确实存在不少差异。很多家长都担心自己的孩子嫁到台湾或者娶了台湾人后会过得不好，尤其是大陆的父母，总觉得自己的女儿嫁到台湾会受委屈。今天故事的主角王阿姨就是这样一位母亲。她的女儿小雅5年前在上海的一次商务会议上认识了来自台湾的阿杰，两人一见钟情，随后便开始了跨海恋爱。经过2年的异地恋，小雅决定嫁到台湾去。妈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嫁给阿杰，去台湾生活。小雅当时信心满满的对王阿姨说。王阿姨当时的第一反应是，不行，台湾那么远，你一个人去了怎么办？万一受委屈了怎么办？没错，这就是典型的大陆父母的担忧。在很多大陆父母的印象中，台湾是个穷困的地方，生活水平不如大陆城市。殊不知，这完全是认知偏差。台湾的人均 GDP 其实一直都在大陆前列，社会福利制度也相当完善。但这些数据对于王阿姨这样的传统母亲来说，根本无法打消她的顾虑。妈，您别担心，阿杰家条件很好，他自己也有稳定的工作，我过去肯定不会受苦的。小雅耐心地解释着。最终，在小雅的坚持下，王阿姨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。婚礼在台北举行，王阿姨和丈夫专程去参加了。婚礼很热闹，阿杰的家人也都很热情，但王阿姨始终放心不下。婚后，小雅经常给家里打视频电话，描述着自己在台湾的生活。但王阿姨总觉得女儿在电话里说的太过美好，肯定是不想让父母担心，所以隐瞒了实情。小雅每次都说她过得很好，但我总觉得她是在敷衍我们。王阿姨经常对老伴说，她肯定是不想让我们担心，才说那些好听的。这种担忧在小雅怀孕后达到了顶峰。作为即将当外婆的人，王阿姨本想去台湾照顾女儿，但因为各种原因迟迟没能成行。眼看小雅已经生产，王阿姨再也坐不住了，我必须亲自去看看。王阿姨下定决心，但她又担心，如果直接登门，女儿和女婿可能会装样子，不让她看到真实情况。于是，王阿姨想出了一个高招，假扮清洁工，暗中观察女儿的生活。这个主意听起来简直是电视剧的桥段，但王阿姨认真的执行了。她联系了一家在小雅住宅区提供清洁服务的公司，花了一些功夫，成功应聘成为了一名临时清洁工。我只是想看看我女儿过得怎么样，并没有恶意。王阿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道。就这样，在小雅产后第3个月，王阿姨以清洁工的身份来到了女儿居住的小区。她特意化了个淡妆，戴上口罩和帽子，又穿上了清洁工的制服，这样女儿应该认不出她来。王阿姨的计划是这样的，先观察女儿家的外部环境，然后找机会进入室内，看看女儿的实际生活状况。如果发现女儿过得不好，她就立刻现身，带女儿回大陆。来到小雅所住的小区，王阿姨第一个感受就是，哇，这环境也太好了吧！小区绿树成荫，到处都是精心打理的花园，还有儿童游乐设施和老人休息区。小区的保安看起来也很负责任，对每一位进出的人都会核实身份。这哪是我想象中的台湾啊！王阿姨暗自嘀咕，比我们小区还要高档。趁着打扫公共区域的机会，王阿姨偷偷观察着小雅家的窗户，从外面看，能隐约看到室内整洁明亮，窗台上还放着几盆开得正艳的花，看起来环境不错，但谁知道实际生活怎么样呢？王阿姨仍然心存疑虑。就在王阿姨琢磨着如何能进入女儿家一探究竟时，她突然看到阿杰抱着一个小婴儿从家门口走出来，那应该就是他的外孙了。王阿姨的心一下子软了，差点忍不住上前相认，但她还是控制住了自己，继续假装打扫，同时密切关注着阿杰的一举一动。阿杰看起来很疲惫，但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他小心翼翼地抱着婴儿，时不时低头亲一下孩子的小脸蛋，然后他把婴儿放进婴儿车，推着婴儿车朝小区门口走去。
王阿姨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，她看到阿杰推着婴儿车，先去了附近的一家婴儿用品店，购买了尿布和奶粉。接着，他又去了超市，买了不少新鲜的蔬菜、水果和肉类。这小伙子挺会照顾家的吗？王阿姨暗自点头，在她的观念里，采购这种事通常是女主人做的，没想到阿杰会亲自操劳。购物结束后，阿杰没有立即回家，而是去了附近的一家中医诊所。王阿姨好奇地跟着进去，看到阿杰在和医生交谈。医生，我太太刚生完孩子，总是感觉腰酸背痛，有什么调理的方子吗？阿杰问道。产后恢复很重要，我给你开些调理的中药，另外回去告诉你太太要多休息，不要太早做家务。医生回答。听到这里，王阿姨的心又软了一分。看来阿杰确实很关心小雅的身体状况。从中医诊所出来后，阿杰又去了一家餐厅，点了几道外卖。王阿姨偷偷瞄了一眼菜单，都是些营养丰富、适合产妇的食物。这孩子挺懂事的，知道照顾产妇。王阿姨心里的评价又高了几分。眼看阿杰要回家了，王阿姨赶紧回到小区，继续假装打扫。她看到阿杰推着婴儿车，手里拎着大包小包，艰难地往家走。一个念头突然闪过他的脑海，要不要上前帮忙？但这样一来，他的身份可能就会暴露。就在王阿姨犹豫的时候，阿杰已经进了单元门。王阿姨急忙跟上，假装要打扫楼道。她看到阿杰艰难地把婴儿车停在电梯门口，先把东西搬上楼，然后再回来抱孩子。这孩子也太辛苦了吧！王阿姨心想，小雅怎么不下来帮忙？终于，阿杰把所有东西都搬上了楼，王阿姨也跟着上了楼，假装在打扫走廊。这时，她听到了阿杰家门打开的声音，紧接着是小雅的声音：“你回来啦？怎么买这么多东西？医生说你需要好好调养，我买了些补品，还有我去中医那里给你开了些调理的药，医生说对恢复有好处。”阿杰的声音传来：“你真是太细心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”小雅的声音听起来很感动，说什么傻话，你辛苦10月怀胎，还要经历那么痛苦的分娩，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。对了，我还买了你爱吃的红烧肉，趁热吃吧。太好了，我正想吃呢。小雅高兴地说。接着，王阿姨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，小宝贝醒了，来，我抱抱。阿杰的声音透着宠溺，你先去洗手，我来抱。小雅说，然后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大概是他们在照顾婴儿。王阿姨的心完全放下了。从这短短的对话中，她听出了女儿和女婿之间的恩爱，也看到了阿杰对小雅的体贴。看来女儿在台湾过得很幸福啊。正当王阿姨准备悄悄离开时，阿杰家的门突然打开了。阿杰抱着婴儿站在门口，似乎是要出来透气。王阿姨慌了，赶紧低下头假装擦地，但还是被阿杰发现了。阿姨您好。阿杰礼貌地打招呼。王阿姨含糊地应了一声，心想完了，被认出来了。但阿杰似乎并没有认出她来，只是客气地问道：阿姨，打扫辛苦了，要不要进来喝口水休息一下？这一下可把王阿姨感动坏了。在大陆，很少有人会邀请清洁工进家门休息，而阿杰的这个举动显示出他的善良和尊重。不用了，谢谢，我还有其他地方要打扫。王阿姨赶紧推辞。那好吧，天气热，您多喝水，别中暑了。阿杰叮嘱道。这时，小雅也走到了门口。怎么了？她问道。王阿姨赶紧低下头，生怕被女儿认出来。没什么，我看阿姨打扫很辛苦，想请她进来休息一下。阿杰解释道。对呀，阿姨，要不要进来坐一会儿？我们刚泡了茶。小雅也热情地邀请。王阿姨心里一暖，自己的女儿果然嫁给了一个好人家，夫妻俩都这么有爱心，但她还是坚持要走。不用了，谢谢你们的好意，我还有工作要做。就在王阿姨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阿杰怀里的婴儿突然哭闹起来，阿杰手忙脚乱地哄着，一不小心，婴儿的小手挥动，啪的一下打掉了王阿姨的帽子和口罩。妈！小雅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丈母娘阿杰也惊讶地叫出声。被认出来的王阿姨尴尬地站在那里，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自己的行为。哎呀，被发现了！王阿姨尴尬地笑了笑，一时间不知如何解释自己的行为。
妈，您怎么？小雅的声音里充满了震惊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还打扮成清洁工的样子？王阿姨心虚地低下头，我就是想看看你过得怎么样，所以您就假扮清洁工来偷偷观察我们。小雅的语气中带着些许责备，但更多的是无奈。阿杰倒是很快反应过来，脸上露出了理解的微笑。阿姨，您是担心小雅在台湾过得不好吧？来，快进来坐。就这样，王阿姨被请进了女儿的家。一进门，王阿姨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房子宽敞明亮，装修简约，却又不失温馨。客厅里摆放着几盆绿植，墙上挂着小雅和阿杰的结婚照，还有几幅精美的装饰画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墙角摆放的婴儿床和玩具区，看得出主人为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做了充分准备。妈，您坐，我去给您倒茶。小雅热情地招呼母亲。不用麻烦了，你坐下，我自己来。王阿姨下意识地想要代劳，毕竟在她的观念里，女儿刚生完孩子应该多休息。没事，妈，我已经可以做这些简单的事情了。小雅边说边走向厨房，阿杰则抱着孩子坐到了王阿姨对面。阿姨，您看，这是我们的小宝贝，取名叫宇轩，您抱抱。王阿姨接过外孙，心中的喜悦溢于言表。小宇轩长得白白胖胖，眼睛像小雅，鼻子像阿杰，可爱极了。哎呀，真是个帅小子。王阿姨忍不住亲了亲外孙的小脸蛋。这时，小雅端着茶回来了。妈，您还没说呢，怎么会想到假扮清洁工来视察我们的生活？王阿姨有些不好意思，你知道的，我一直担心你在台湾过得不好。每次视频通话你都说一切都好，但我总觉得你是不想让我们担心才那么说的。特别是你生了孩子后，我更担心了，所以您就设计了这出卧底计划。小雅哭笑不得，妈，您也太有创意了吧。王阿姨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主要是担心你吗？你知道的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台湾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很穷苦。虽然现在知道台湾发展得很好，但总是放心不下，特别是听说台湾男人大男子主义严重，我怕你嫁过来会受委屈。阿杰听了立刻辩解，阿姨，现在的台湾早就不是那样了，现在我们讲求男女平等，家务活我和小雅都是一起分担的，而且小雅生完孩子后，我更是把能做的都承担了，不让她太累。对呀，妈，阿杰对我特别好，他不仅会做家务，还专门学习了产后护理知识，每天都督促我吃的营养均衡。小雅一脸幸福地说。王阿姨点点头，我看出来了，刚才在外面跟踪不对，是观察阿杰的时候，就发现他很体贴，不仅买菜做饭，还特意去中医那里给你抓药调理身体。现在的台湾男人都这么体贴吗？阿杰谦虚地笑了笑，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啦。但现在的年轻人普遍都比较注重家庭责任的分担，在台湾，男人做家务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不像以前那样认为家务只是女人的事，这点确实和大陆有些不同。王阿姨感慨道，在我们那里，虽然现在也提倡男女平等，但实际上家务活大部分还是女人在做，特别是像我们那一代人，根本不会要求丈夫做家务，这就是文化差异吧。小雅接话道，其实我刚来台湾的时候也挺不适应的，不仅是生活习惯上的差异，连说话方式都有很大不同。对啊，阿杰笑着说，刚开始小雅说话老是用大陆的网络用语，我都听不懂，比如她说这也太离谱了吧，我就一脸懵，后来才知道这相当于我们台湾说的这也太扯了吧，哈哈，语言差异只是一小部分。小雅说，还有很多生活习惯上的不同，比如台湾人很注重垃圾分类，而且非常彻底，光是垃圾分类就有好几种。刚来的时候我经常搞混，把可回收的丢到一般垃圾里，被邻居婆婆好几次委婉提醒。对，阿杰点头，台湾的垃圾分类确实很严格，但这也是环保意识的体现嘛。王阿姨听得津津有味，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大的不同吗？饮食习惯吧。小雅想了想说，台湾的小吃很丰富，但口味和大陆的有明显不同。比如台湾的卤肉饭偏甜，而大陆的卤肉，尤其是上海的红烧肉，会加很多酱油，吃起来偏咸。刚开始我挺不习惯的，觉得台湾菜普遍偏甜，但慢慢也就适应了。还有台湾人早上吃的早餐，阿杰补充道，
我们台湾人早上喜欢吃饭团、三明治、蛋饼这类的，而小雅刚来的时候老嚷嚷着要吃粥、包子、油条，我还专门学着做给她吃。对呀，阿杰为了让我不那么想家，还特意学做了上海菜。小雅感动地看着丈夫，虽然一开始做的不太像，但现在已经很拿手了。听到这里，王阿姨的眼眶有些湿润。女儿嫁到台湾，她一直担心的是女儿会不会因为文化差异而受委屈，会不会因为远嫁而失去依靠。但现在看来，这些担忧完全是多余的。阿杰不仅尊重小雅的生活习惯，还愿意为她改变自己，学习她喜欢的东西，这不就是最好的婚姻吗？阿杰，谢谢你对小雅这么好。王阿姨真诚地说。阿姨，您太客气了，我爱小雅，自然会尽我所能让她幸福。阿杰认真地说。就在这温馨的气氛中，小雨轩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突然哇哇大哭起来，可能是饿了。小雅说着就要去准备奶瓶。我来吧，你坐下和妈妈聊天。阿杰立刻接过话茬，从王阿姨手中接过孩子，快步走向厨房。王阿姨看着女婿的背影，又看看女儿脸上幸福的表情，心中的大石头彻底落了地。妈，其实您不用担心我在台湾的生活，虽然一开始确实有些不适应，但现在已经完全融入了。而且台湾的生活质量真的很高，特别是医疗福利和社会保障都做得很好。小雅趁机向母亲介绍起台湾的生活。医疗福利具体是怎样的？王阿姨好奇地问。台湾有全民健保，只要缴纳少量的保费，生病看医生基本上不用怎么花钱，而且产检和生产也有很多补贴。我生小雨轩的时候几乎没花什么钱。小雅解释道。真的假的？那生孩子的补贴呢？育儿补贴有吗？王阿姨追问。当然有啦，台湾对生育非常鼓励，不仅有生育补贴，还有育儿津贴、育婴假等等。阿杰现在就在休育婴假，所以才能全职在家照顾我和孩子。育婴假那是什么？王阿姨听得一头雾水，就是爸爸可以休假在家照顾孩子的制度。在台湾，父亲可以申请最长2年的育婴假，虽然工资会减少，但工作是保留的。阿杰的公司对这方面特别支持，所以他申请了3个月的全薪育婴假，专门陪我和雨轩度过产后这段时间。王阿姨听得目瞪口呆，在她的认知里，照顾孩子一直是女性的责任，哪有男人专门请假在家带孩子的，而且居然还有工资，这在大陆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，这制度也太好了吧。王阿姨感叹道，难怪阿杰能有这么多时间照顾你和孩子。是啊，台湾在这方面做的确实很好，再加上阿杰的父母也经常来帮忙，所以我基本上没什么压力。不像我在上海的同学，生完孩子就马上要面临工作和带孩子的双重压力。王阿姨点点头，确实，大陆虽然也有产假，但基本上都是女性在休，男性最多休几天陪产假，根本不可能像阿杰这样休3个月，这就是两地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吧。小雅说，其实台湾在很多方面都很发达，特别是在尊重女性权益和家庭生活平衡这方面，做得比大陆更好。看来我的担心真的是多余的。王阿姨感慨道，一直以为台湾落后，没想到在这些方面比大陆还先进。妈，您啊，就是太爱担心了。我嫁到台湾这几年，不仅没受委屈，反而觉得生活比在上海还舒心。这边人际关系简单，生活节奏慢，大家都很友善。小雅拉着母亲的手说，妈，既然您都来了，不如就住下来吧。我和阿杰早就想邀请您来住一段时间，帮我们看看小雨轩。小雅提议道。对啊，阿姨，您就住下来吧，我们家有客房，已经收拾好了。阿杰也热情地邀请。王阿姨有些意外，你们早就准备好了？当然啦，小雅笑着说，我们一直想邀请您和爸爸来住，只是怕您们不愿意来台湾，没想到您竟然自己偷偷来了，还假扮成清洁工。王阿姨不好意思地笑了，我这不是担心吗？所以您愿意住下来吗？阿杰期待地问。王阿姨想了想，点了点头。好吧，我留下来帮你们带带孩子，不过你们可不能因为我在就让我做所有家务，我是来帮忙的，不是来当保姆的。妈，您放心，家务我们会一起分担的，您主要就是陪陪小雨轩，顺便教教我怎么照顾孩子。小雅高兴地说。就这样，
王阿姨决定在台湾小住一段时间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她亲眼见证了女儿和女婿的恩爱生活，也深入了解了台湾的社会文化。有一天晚上，阿杰的父母来家里吃饭，两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气氛融洽。席间，阿杰的母亲主动向王阿姨讨教红烧肉的做法，说是想学着给儿子和儿媳做家乡菜。其实很简单，关键是火候要掌握好。王阿姨耐心地解释着。看着两位母亲相谈甚欢的样子，小雅和阿杰相视一笑。饭后，大家一起在客厅看台湾的综艺节目，节目中恰好在讨论两岸婚姻的话题，主持人请来了几对两岸夫妻分享他们的故事，看他们的经历和我们很像。小雅指着电视说，电视里一位来自北京的女孩正在讲述她嫁到台湾后的文化冲击。刚来台湾的时候，我最不习惯的就是台湾人说话太客气了。在大陆，朋友之间说话直来直去，但在台湾，即使是很熟的朋友，也会用很客气的方式表达。一开始我总觉得大家在跟我客套，后来才知道这是台湾人的习惯。对，小雅连连点头。我刚来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。节目继续，另一位来自上海的女孩分享到，台湾人很重视人情味，邻里关系特别好。我刚搬来的时候，隔壁阿姨主动送来自制的点心欢迎我们，还经常邀请我们去她家吃饭。这在大陆的大城市里是很难想象的，我们小区也是这样。阿杰的母亲接话，邻居之间互相照应，有什么好吃的都会分享。随着节目的深入，两岸婚姻中的各种文化差异和融合故事一一展现。王阿姨发现，很多夫妻都经历过类似的磨合期，但最终都找到了平衡点，建立了幸福的家庭。看来两岸婚姻虽然有挑战，但只要相互理解、包容，是完全可以幸福美满的。王阿姨感慨道：是啊，关键是两个人要相爱，要愿意为对方改变。阿杰的父亲总结道。当晚，王阿姨躺在床上，回想着这几天看到的一切，心中充满了感动和欣慰。女儿不仅没有受委屈，反而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而她之前对台湾的偏见和担忧，也在这次暗访中被彻底打破。第二天一早，王阿姨起床后，发现阿杰已经在厨房忙活了。他正在准备早餐，动作熟练地摊着蛋饼，一边还哼着小曲。阿杰，这么早就起来做早餐啊？王阿姨问道。阿姨早。阿杰笑着打招呼。是啊，想让小雅多睡会儿。她昨晚给宇轩喂奶，喂到半夜，挺累的。王阿姨心中一暖，你真是个好女婿。来，我来帮你一起做。不用，您坐着就好，我已经习惯了。阿杰连忙推辞，但王阿姨坚持要帮忙，于是两人一起在厨房忙碌起来。阿杰负责做台式早餐蛋饼和奶茶，王阿姨则包了几个上海风味的馄饨。阿杰，你有没有想过带小雅和宇轩回上海看看？王阿姨一边包馄饨一边问。当然想啊，阿杰爽快地回答。我们正计划等宇轩满6个月的时候回上海一趟，让他见见外公，也让小雅回家看看。那太好了，你父母不会有意见吧？不会的，他们很开明。而且我爸妈也想去上海旅游呢，正好可以一起去。王阿姨惊讶地看着阿杰，你父母也要一起来？是啊，他们想趁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一下小雅的家乡。阿杰笑着说，我们家的理念是，婚姻不只是2个人的事，而是2个家庭的融合。了解对方的家乡和文化背景是融合的第一步。听到这番话，王阿姨更加确信女儿嫁对了人家。不仅阿杰本人懂得尊重和包容，他的家人也同样开明大度。台湾和大陆虽然在一些生活习惯和社会制度上有所不同，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意是相通的。希望这个故事能够消除一些大陆父母对子女赴台婚姻的担忧，也希望更多的两岸青年能够敞开心扉，寻找到自己的幸福。最后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